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王者之剑3代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使用的仍然是索菲亚。上半期呢，攻略了前半关卡，拿到了所有的奖励，触发了所有的厄运事件。奖励呢，一共是拿到了防御力上升、生命力上升、攻击速度上升和敌方强度下降。本作的4个常规的关卡是可以选择顺序的，我现在选择的是第3个，选择了塔。一上来呢就是一个强制卷轴，每一个大的关卡呢都由若干个小关卡组成，并且中间好像都有强制卷轴的部分。这样的关卡难度就不高了，基本上就是给咱们回血。上半期解说的时候忘了跟大家说一下剧情了，其实剧情呢也很简单，就是已经老年的坐上王位的主人公拉斯坦，给大家讲述他年轻的时候的一次冒险故事。在这一时期呢，他凑足了一个3人组，分别就是主人公拉斯坦，还有一个忍者类的角色杜威，另外就是咱们使用的女贼索菲亚。3个人呢是来到了德鹏这片土地，要盗取宝物的。所以说游戏当中咱们可以看见很多的财宝。我带的这个法师呢不能打 BOSS 战，BOSS 战还是需要咱们手动来打的。这个 BOSS 身体不能碰，因为有灼烧的效果，所以说咱们只能离它远一点。使用鞭子抽的时候呢也要小心，不要一次性挥动2次鞭子，给自己留下逃跑的时间，因为有的时候它会跳过来砸你的。好，打完。本作的 BOSS 呢，如果你知道打法的话，真都不难，而且血量也不多，包括最终 BOSS。好，这里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水晶玉，那咱们就得到了魔法攻击力上升的效果。这里也是触发了厄运事件，迷路了，但是不能往回走了，因为后面是敌方的大军，所以说就只能进这个沼泽了。有这个法师呢，你就可以快速的清版，其实不清也可以，你可以一口气跑到 BOSS 的。因为这款游戏上一期我也介绍了，严格上它不算是轻版动作游戏，因为你不需要轻版，你一直跑到版面的尽头打 BOSS 就可以了。那上一期的时候，有小伙伴就跟我说大叔一看这个游戏操作的手感就不好。你一听啊，这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伙伴。对游戏呢看一眼可能就有自己的理解，一下子就看出来这款游戏的操作性真的不是很好，毕竟出品的年代比较早，1991年，这是3代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前2代出的有多早。好，又拿到了一个宝石，这个宝石是在这个龙的嘴里发现的，这个龙有4个头。这次拿到的奖励呢是幸运值上升，可能是小怪爆出东西的几率提高吧。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呢，本作的一些基本的设置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尤其是在30年前，它呢有隐藏事件，有分支路线，甚至加入了部分的 RPG 的要素。在这里我就站在左下角了，这也是一个强制的卷轴。左下角呢不是绝对安全的，但比其他位置好一点，而且呢我也想偷懒一下。出现叹号需要跳，否则就掉坑里了。
这里被上面的飞行怪抓了一下。敌方的这些蜥蜴人背对着山坡，所以说遇到坑他们就掉下去了。我捡了2个蓝瓶，血量呢没有回满。这个怪不理他了，反正也没什么营养。到了 BOSS 他们就跑了。这个 BOSS 是一个法师，会召唤岩石、匕首、火球等等。前2次攻击还都奏效了。召唤火球的时候呢，咱们站在他召唤这个火球下方，因为这个火球是需要爆炸的，所以说站在下方的话就不会被打到。又触发了厄运事件，迷宫的入口呢被魔族的军队严防死守，所以说咱们只能走其他的路线。来到了地下水脉。这种古鱼咱们在沼泽里见过了，当时是没有理会啊。这次呢可以打，它扑出水面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抽它，就会起到效果，大概3鞭子左右吧。这里打不出什么东西。但肯定呢，过关之后它是根据你击败的敌人数量来结算的，给你回复多少血。这款游戏如果打击感做的再出色一点就好了。动作的判定呢，再更加严格一些。这里直接掉下去了，过关，血量没有回满。被抓住了，真的是厄运事件，被抓到了地下的牢房。这个法师来救咱们，这个有点出人意料。上一期录制完之后呢，有小伙伴给我科普，说这个法师啊，等于是咱们抓来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暗黑法师，被咱们奴役了。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咱们让他放魔法的时候需要抽他。放了一个美杜莎之眼。这层不往左走了，看起来有点难。这种机关呢是敌我不分的。背靠着这个机关啊，这里肯定安全。魔法清个屏吧，打他们真的没什么营养。如果有箱子之类的还不错。被砍了一刀。我主要是和敌人重合了，纠缠到一起了，抓到了敌人。好的，又是 BOSS 战。这场 BOSS 战不是很好打。敌方这个本体呢，咱们不是打他的，要打水里这些龙。把这些龙清完，就算是过关。所以打 BOSS 真的需要知道打法。这里血量没少掉。好，都解决了。看一下给我回多少血。回的不多。又拿到了勇者的首饰。应该是移动速度上升。那咱们的奖励应该拿全了吧？这里是最终的关卡了，来到了海上的魔族的神殿。
血量如果打出道具能够回复，如果不打出道具呢，没有回复的机会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关卡的结算的部分了。其实现在捡这些财宝也没什么用，看看有没有强化的道具，强化鞭子的。最终 BOSS 呢2种打法，一种是找机会，一鞭子一鞭子的蹭，咱们就蹭蹭。最后他受不了了，就通关。还有一种打法呢，就是拼命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捡到强化鞭子的道具吧。如果捡到的话，拼命的打法是最省心的。好，捡到了，捡到个鞭头，鞭子换成了狼牙球。咱们的血量还可以吧，80%左右的血。这种呢就是找机会，一鞭子一鞭子抽，这种呢时间比较长。那拼命呢就是找一个他在角落的位置，这样和他拼就完事儿了。咱们之前毕竟拿齐了所有的强化的道具，所以说这里打他是没问题的。这样就通关了。那通关之后呢，发生剧情，这个岛塌陷了，沉了下去。所以说这3个人呢，3人组，盗宝3人组，把这个财宝分了之后，就分道扬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王者之剑3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